少跟老子来这套！我还说全中国都是我的呢，有本事你让法律来抓我啊！有本事你把整条街都买下来啊！没那本事就给老子闭嘴！你好，这个地方是我门店专属的外摆区，合同和产权证明都有，请你把这些东西搬走。你的？写你名了？老子在这儿摆了3年摊儿，你打听打听，这条街谁不认识我莽哥？你一个新来的，装什么大爷？白纸黑字，这一片区域包括你脚下踩的每一块木板，经营权都属于我个人。少跟老子来这套！我还说全中国都是我的呢，有本事你让法律来抓我啊！有本事你把整条街都买下来啊！没那本事就给老子闭嘴！哎呀，秦总，这么点小事儿，别伤了和气嘛。那片地按说呢是公共区域，大家在弄摆摊，也是为了给商场聚人气。合同是合同，实际执行是另一回事嘛。年轻人，别这么计较。你合同不是这么写的，欧管，我的合同上写的清清楚楚，那是我的专属外摆区域，不是公共区域。喂，莽二，放心摆，我刚把那小子压下去了。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外来户，翻不了天。你敢威胁我？流氓，你别冲动！李律师，是我，立刻帮我做一件事，我要买下这条街整层楼所有，现在，立刻，马上。秦总已经联系上了所有持有物业的业主，这是最后一份转让意向书，刚刚通过视频完成签字，从启动到现在总共耗时3小时47分钟。公证和备案手续呢？已经加急送去了，对方承诺2小时内办结，并同步电子公示。换句话说，所有公共区域、通道、卫生间的管理权，以及最关键的，所有外摆区域的独家经营权，将全部归您所有。很好，文件一完成，第一时间向全楼层发布公告，然后帮我联系建造公司。莽儿，好像有点不对劲儿。咋了哥？那小子又来找事儿了？看我，你喝多了吧哥？半天买下1层楼，你当买白菜呢？绝对是假的，这种人我见得多了，就会咋咋呼呼装腔作势。这次好像是真的，官方文件都下来了。真买了又怎么样？明天只靠骗子，老子明天照样出摊，我就不信他敢把我怎么样。这整条街的规矩是我流氓定的。哥，你这边拖着点，就算他是业主，也不能马上就清我们的场，拖他个10天半个月，我看他还敢硬来。本楼层为私人产权物业，所有区域均为业主专属。即日起，回收一切公共空间及外摆区使用权，所有未经许可的占道经营摊位自动清退，将由我方统一清理。我操，这老板真横啊，直接买了条街来打脸啊！哇，那摊贩昨天不是还很狂吗？啊？看什么看？假的 P 图的，老子就在这儿摆了3年，谁能赶我走？我说了我不清楚，他手续是齐的，你让我怎么拖？这现在是他的私人地方，他的律师团发来的通知比砖头还厚，我拦不住啊！
明天让他见识一下。请离开。先生，这里是私人区域，禁止摆摊。钱轩，你有几个臭钱了不起啊？你等着，我让你在这儿做不成生意，我天天找人来堵你门口。所有文件均已公示并公证，这是针对流氓以侵占和威胁恐吓的律师函，随时可以发出。我们对此地的管控在法律上已经滴水不漏。先不用，他现在只是在无能狂怒，等他下一步行动。马儿，咱们别干傻事儿。他是故意设套等我们钻，这到处都是监控。怕什么？砸烂了他的东西，看他还怎么装。等明天他来了，看见一地破烂，表情一定很精彩。金轩，你等着我出来！老实点。警官您好，我是当事人的律师，以及此次破坏行为的损失初步估算清单。被毁坏的围栏和智能设备总价值远超刑事立案标准。这里是完整的监控视频证据，记录了2位嫌疑人从密谋到实施的全过程。秦哥，我错了，你救救我！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有眼不识泰山，我不是个东西。律师函里会详细列出赔偿款项，跟我的律师谈。至于其他的，不是在求我，这是法律在跟你算账。你的江湖结束了。
这面墙不用透明玻璃了，换成单向可视，从外面看是镜面，从里往外看是通透的。没错，明白，秦总。这样外面的人无法窥探内，保证了贵宾的私密性。不错，但是有一点必须严格执行。您说这个设计只能由我来定，如果有人问起来，就说是我璇璇亲自设计的。明白？别人定不了我的规矩，但我可以。就是这人，半天买了一条街。我说一下，不像是是这样吗？活该那混混踢到铁板了。王强，你的事情总部已经调查清楚了，滥用职权、勾结外部人员侵害业主利益、故意毁坏公司形象，这是你的解评书，立即生效。你的行为将被通报行业黑名单。总监，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在公司15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只是想帮自家兄弟一把。帮兄弟？你是在用公司的利益和声位为你愚蠢的人情买单。出去。秦总，商业街行业协会刚送来的邀请函，他们想请您参加明天的季度峰会，并特别希望您能做个发言。都知道了，整条街都传遍了，您现在就是他们眼中的商业奇迹。发言就算了，告诉他们我会准时出席。有些规矩，是时候让他们重新学习一下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东区的钱总，这位是做商业地产基金的孙总。赵会长过奖，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秦总年轻为半天收购整层物业，这手笔在我们圈子里已是传奇。不过，秦总难道不怕那无赖日后报复？规则和法律是最好的防弹衣，他若想报复，我的律师团队随时恭候。比起害怕，我更在效率。说得好，但秦总规矩立得这么死，就不怕别的商厦觉得你有距离，不敢跟你打交道？我立的规矩很简单，在我的街区，如果连这个合同都觉得是压力，那或许他们不适合在我的规则里生存。秦总，孙总有事儿想和您面谈。秦总，不请自来，别见怪。我直说了，我非常看好你这层商业街的未来潜力。我手里有个高端咖啡品牌，想在你这里拿个最好的位置。至于租金嘛，你看能不能看在我们昨天聊得不错的份上，给个朋友价。孙总，请看，图上越红的地方，代表意向客户问询度越高，期望租金溢价也越高。您看中的位置，目前有7个品牌在竞价。在商言商，孙总，我不会给任何人朋友价，因为我的物业值他合同的价。我给所有人的都是同一个规矩下的公平价。如果你能接受，欢迎你成为我们的一份子。后生可畏，合同拿来。秩序本身就是最高的价值，这只是开始。王哥，不是我说你，你惹谁不好？惹那个秦阎王。现在整条街谁不知道他？
快走吧，以后别来找我们了，我们还想在这儿混饭吃呢。走吧，走吧。第一条街的王牌模式已经验证成功，单点突破的测试结束了。我们的目标从来不是一条街，而是复制这种模式和规则。我要建立的是一个覆盖全城的秦氏商业秩序，让合同与产权成为所有人必须遵守的铁律。我会在1周内组建一个更庞大的法律与并购团队，来支撑您的扩张计划。耶，和气生财！哈哈哈哈。有些战争，在你决定如何回应的那一瞬间，就已经赢了。秦总，判决书我收到了，钱我砸锅卖铁也赔，求您跟法官求个情，我不想留案底，我这辈子完了。你不是败给了我，你是败给了你自己对规则的蔑视。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半天时间买下整层，这小家伙的手腕很硬啊。秦轩，28岁，智宇商业管理公司，收购资金来源干净，全是自有资本。他的扩张计划已经发布了，目标是全城核心商圈的混乱街区。他立规矩的地方挡了我的财路，南城那块地，我本来是想吃掉，再转手做拆迁生意的。他这么一搞，那里的产权价值会被他炒到天上。刘航那种小角色自然不是他的对手，但你告诉他，生意不是这么做的。去，给这位秦总发一份见面礼。您指的是？他不是喜欢买吗？南城那块地，剩下几个钉子户的产权，我们低价吃进来，然后用一个他无法拒绝的价格卖给他。我要在他还没立足的地方先赚他一笔，顺便看看他的胃口到底有多大。南城七浦路商圈剩下的4个零散产权全部被同一个买家在昨天完成收购。今天一早，对方就发来了这份出售意向，价格比市场价高出50%。可以查到那个买家是谁吗？通过多层离岸公司持股，但我们的渠道追踪到，最终指向的是一家叫鼎盛资本的老牌投资公司，他们的董事长是商界人称冷面佛的赵静瑶。赵静瑶，我知道他。他不是混混，是鲨鱼。他这是在我的必经之路上埋了一颗高价炸弹。
秦总，这摆明了是敲诈，比市场价高出1半。如果我们买了，扩张成本会剧增；如果不买，我们的蓝图计划就会在南城被卡住脖子。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这是一个信号。赵静瑶是在告诉我，他就是这条路上的地头蛇，他要看看我怎么选。既然他送了礼，我们就得还礼。但我的方式不是顺他的意。他们那4个产权位置在哪儿？非常要命，这4处产权如同钉子，分散扎在我们目标街区的核心中轴线上。没有得到它们，我们就算拿下周边所有物业，也无法形成连通的有效商业闭环。既然地面被卡死，那我就从空中过去。我的目标不是那块地，而是这里的商业生态。赵静瑶，你以为我只会在你的棋盘上玩吗？小周，帮我联系全球最顶尖的商业空间设计师，以及所有拥有南城七浦路空中连廊开发权的公司。我们的计划提前进入第2阶段。既然地面之路被高架钉子锁死，我们就不走地面。我宣布，启动南城云廊计划。我们将买下七浦路商圈所有空中连廊的开发权和冠名权，然后我会打造一个全新的高空商业步行系统，新的入口、新的动线、新的核心区将全部建立在高空，地面的价值将被我彻底架空。赵董，秦轩那边有新动作，他没有来谈收购我们产权的事儿。哦，不买？那他的扩张计划就只是个笑话。他没有收购我们的地，他买下了整个商圈上空的所有空中连廊发展权。他这是要从空中废了我手里的地。秦总，你看，我们将这些连廊全部进行全玻璃封闭设计，安装恒温系统，从单一的过道变成可经营的商业空间，它们连起来就是一条全新的高空商业街。当我们把主入口、主通道和核心景观全部搬到空中，地面的价值就会重置，它的钉子到时候只会扎在他自己脚上。赵董，情况比预想的麻烦。秦轩通过了南城云廊的立项备案，而且他采用了公募基金的方式筹措资金，整个项目推进速度极快。他这是在跟整个南城的旧商场宣战。马上给我联系规划局的王局，就说我对这个云廊计划的安全性和合规性有重大质疑，项目必须立刻召开公众听证会。想做空中霸主，我先让你连起飞都做不到。
赵金瑶动用了他的关系，想在听证会上从法规和名义上掐我们。预料之中，他以为听证会是他的武器，那就让他看看到底是他私人关系硬，还是我的方案更能带大多数人的利益。把我们的设计图、商业承诺、新增就业岗位的数据全部准备好，我要让这场听证会变成我们项目的发布会。我严重质疑这个项目的安全性。在空中搞大规模商业开发，一旦发生火灾或踩踏，后果不堪设想。而且，这会影响南城老街区的地面商业生态，造成大量地面商户倒闭，这是对城市传统的破坏。赵董关于安全的担忧非常有必要。正因为如此，我们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消防系统和 AI 人群疏散算法。这里是所有安全认证和模拟数据。至于地面商业生态，面向所有商户开放租赁。我们的云廊不是要取代地面，而是要拯救整个商圈的流量。它将新增数万个就业岗位，所有地面商户拥有优先租赁权，这才是对传统最好的保护。老赵啊，今天的听证会你也看到了，秦轩那边准备的实在太充分，数据、民意、安全报告滴水不漏。这个项目对区域经济的提升作用太大，上头已经批了。老赵，不是我不帮你，是这次我们谁也拦不住。秦轩，你个后生，真要把事情做绝吗？秦总，南城云廊项目正式获得批准。这只是开始，下一步我们要成立专项运营公司，向所有商户公开招标。我们要让这个空中之城真的火起来。那赵金瑶那边，他这次吃了这么大的亏，恐怕不会罢休。他手里的地面产权现在成了负资产，他要么割肉，要么就会进行最后的疯狂。我一直在等他，他不动我怎么知道他的底线在哪里？真正的商战现在才开始。秦轩的基金项目马上要进行最后阶段的融资了，我要你们不惜一切代价把他的融资通道给打断，做空他的关系企业，放大对他项目的负面舆情，逼他的投资方撤资。赵董，这么做风险太大了，一旦被查出来，我用的是海外资金，谁能查出来？我要让他知道，没有充足的粮草，他的空中周楼就是一堆废铁。秦总，我们的2期融资方刚打来电话，说要重新评估风险，暂缓注资。这分明是有预谋的狙击。查到了，虽然绕了很多层，但手法和资金来源的最终指向还是赵静瑶，他在进行金融层面的死亡冲锋。他露底了，李威，准备好所有他市场操控、散布虚假信息的证据。通知我们的天使投资人和集团总部，启动紧急反恶意收购资金预案。他不是想拿我粮草吗？告诉他，我的粮食多到他吃不下。第一步，放出烟雾弹，就说我们资金链确实紧张，2期融资受阻，让他的空头继续往下砸。明白。第二步呢？第二步，暗中调动我们的预备资金，以散户和小机构的名义，分批全部接掉他砸下来的筹码。
我要吸干他的弹药。当他以为自己胜利在外，用尽所有资金的时候，就是我们收网的时候。我们不仅要用自己的钱稳住，还要反过来吸纳他鼎盛资本的股份。他不惜用违法的手段，那我就让他和他自己的资本帝国说再见。老板，他们顶不住了，股价开始出现断崖式下跌，市场传闻我们放出去的料效果明显。好，把所有子弹全部打光，我要他明天开盘就崩盘。是。他完全不知道，这正是秦轩为他准备的最昂贵的陷阱。秦总，对方最后一批空单砸下来了，总规模超过5个亿，他们把所有弹药都打光了。确认没有后手。我们的监测系统显示，他所有关联账户的资金池已经见底。那就收网。第一步，启动全部备用资金，以神秘多头身份扫光市场上所有恐慌性拨售的筹码。李威，将我们收集的所有证据同步发送证监会、经侦大队和主流财经媒体。明白，证据链完整，从海外账户到境内操盘，一条都跑不掉。赵静瑶，你以为你在猎杀我，实际上你才是猎物。不可能，他哪儿来这么多钱？赵景尧先生，你涉嫌操纵证券市场，散布虚假信息，扰乱金融秩序，请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败了，败给一个后生。赵静瑶，你的操盘手已经全部交代了，你的海外关联账户做空指令、造谣文章的发布记录，所有证据都齐了，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吗？我只是败给不甘心，不甘心被一个年轻人用这种方式等待法律的审判吧。智宇商业管理公司已通过合法程序收购了鼎盛资本所持有的全部南城七浦路产权以及其他部分优质资产。从此刻起，南城商圈再无钉子户。秦总，您是如何做到从绝境反击，并最终收购对手的？我只是坚持了一件事，永远尊重规则，永远相信法律。当有人试图用违法的手段摧毁你的时候，法律会是你坚固的城墙。我要大超级。秦总，我是老周，在地面开了30年杂货铺，以前那里阴冷没客人，我都要关门了。现在搬到云廊里，生意好得不得了。您不仅造了条街，您救了我们这些老家伙的命。老周，不是我救了你们，是你们自己用30年的坚守赢得了这个机会。我只是提供了一个公平的平台，以后这里就是你们的家。我们验证了3件事：第一，混乱的旧商圈是尚未开发的金矿；第二，规则和秩序是可以变现的资产；第三，空中连廊不仅是建筑，更是商业模式的维度升级。我做的所有事，都只是为了证明，守规矩的人不会输。
Valuable strategic future. 有本事，你把整条街买下来，让我走，做不到吧？那个流氓说的没错，最终我还是把整条街都买下来了。曾经有人告诉我，有些地方的规矩就是不讲规矩。有一位小混混说，那条街他想摆哪儿就摆哪儿。一位运营主管说，合同是一回事，现实是另一回事。还有一位资本大鳄说，生意不是那么做的。我用事实告诉他们，也告诉全世界，生意就是这么做，规则就是这么立。这世界从古至今，任何一座伟大的城市，任何一桩不朽的商业，都只建立在一个基础之上。那个基础不是人情，不是暴力，不是投机，那个基础叫做秩序。从被一个摊位霸占，到买下整条街，从一条街到一座空中之城，从一座城到全球100城云廊计划。我做的所有事，都只是为了证明，守规矩的人不会输。故事还没结束，只要有新的规则被需要守护，我的奇迹就会继续。